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来讲一起非常烧脑的案件。为控制篇幅，我将案件分为上中下3集。第1集讲述案发现场，第2集讲述弹壳型号之谜，第3集讲述凶手身份的个人猜想。制作这3集视频花了我挺长时间的，但故事情节绝对精彩，所以希望各位观众大大看完后3连一波，万分感谢。故事发生在南半球澳大利亚对面的国家新西兰，一个非常适合养老的地方。1970年6月22号下午，普克卡瓦警察局接到报警。报警人欧文·普利斯特表示，自己隔壁屋主人的岳父发现自己女儿和女婿离奇失踪，房间里还有很多血迹。对，你没听错，你邻居家小两口失踪了，然后他们岳父跑了几百米来到你家里，请求你帮忙报警。岳父名叫莱纳德·登勒，他女儿叫做珍妮特·利罗伊·克鲁，女婿叫做大卫·哈维·克鲁。探长休顿来到克鲁家后，发现案发现场只有邻居普里斯特、岳父莱纳德以及夫妇俩18个月大的女儿罗切利。站在门外，探长休顿就闻到血腥味。进入屋内，客厅中间的椅子散布着血迹，椅子旁边有一些拖拽形成的干涸血迹。血迹带延伸至墙角的地毯上，终点处是一大片血污。同时，客厅的电视机还在开着，厨房里收拾得非常干净，餐桌上有剩余食物没吃完，但克鲁夫妇俩已不知所踪，屋内只有他们的女儿。根据资料，莱纳德·登勒有2个女儿，其中失踪的女儿珍妮特为大女儿，海瑟为小女儿。珍妮特在完成学业后与大卫·克鲁结婚，婚后在当地经营着农场，并且收成不错。恩爱的夫妻俩对未来充满希望。父亲莱纳德表示，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在他们家中，是因为当地一个谷物收购商数次联系女儿女婿无果，所以自己才过来看看情况。可一进屋就看到家里的血迹，于是赶紧跑到几百米外的邻居普里斯特家，叫他帮忙报警。探长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克鲁夫妇，才能进一步确定情况。从6月22日警方接到报警算起，警方在2个月后的8月16日才找到失踪的珍妮特，地点在普克卡瓦附近的怀卡托河上。当时珍妮特漂浮在河面上，身体被一条电线缠绕，头部中弹身亡。截止到9月16日，还是在普克卡瓦附近的河流上，2个男孩发现河流浮起一具尸体，尸体被证实是莱纳德女婿克鲁，他同样是头部中弹身亡，但不同的是，克鲁是与一根2端被截断的车辆轮轴捆绑在一起，然后一起沉入河底。2人头部的弹头都含有数字8标记。按照正常的调查思路，车辆轮轴、子弹或者电线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杀害克鲁夫妇的凶手。可以根据这3个物证分3个方向同时调查。首先是车辆轮轴，它是一辆老式轿车的原装轮轴。警方公开了轮轴相关信息，向民众征集线索。2天后，来自托阿卡的男子谢特克里夫表示，案发轮轴是自己拖车上的那根。顺着这条线索，警方找到了托阿卡的一位修车行老板，但到了这里线索就断了。探长无法确定轮轴的最后实际持有人，所以第一个证物方向结束。接下来就是子弹这个证物方向。DISR 的弹道学鉴定专家内尔森博士表示，案发子弹都属于22口径的步枪子弹。探长的助手约翰逊警探搜集了64把22口径步枪，其中有2把步枪不能被排除嫌疑。持有人分别是阿瑟、阿兰、托马斯以及露丝·艾瑞。艾瑞是抚养着10岁男孩的单身母亲，但她有6月17日不在案发现场的证人口供。托马斯是当地一位农民。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10多年前追求过受害者珍妮特，但案发时已经结婚4年，也有不在场证明。第2个证物方向结束。最后则是电线这个证物方向。探长在托马斯农场发现了相同的电线。另外一边，
克鲁夫妇家中曾发生盗窃案，被盗物品包括一把托马斯送给珍妮特的梳子。可就在克鲁夫妇遇害后，梳子居然出现在克鲁夫妇家中。所以会不会是托马斯因爱生恨杀害克鲁夫妇呢？在10月15日，探长第一次搜查了托马斯的农场仓库，但没有发现车辆轮轴。10月20日，探长命令助手约翰逊再次搜查，结果在上次搜查的那个仓库里，约翰逊发现了轮轴两端的部件。同时，警方还在托马斯弟弟的房间发现一盒步枪的子弹，但托马斯弟弟没有持枪，而且已经离开1年多，所以这盒子弹很可能跟托马斯有关。10月27日，探长休顿下令第二次搜查克鲁家门外，结果发现埋在土里的一枚弹壳，弹壳型号是属于18-19型子弹。探长还发现托马斯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基于电线、轮轴两端部件、步枪子弹、托马斯的步枪以及弹壳，探长休顿将托马斯抓捕入狱。尽管托马斯一口否认，一直表示自己是冤枉的，但与此同时，探长发还是能做到的。
而托马斯恰恰有机会接触到22型步枪，而且托马斯在克鲁家工作过，还居住在现场附近，所以警方将凶手锁定在托马斯。终于在1970年12月22日，托马斯以谋杀罪名被起诉，被判处终生监禁。案件到了这里似乎结束了，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初次被判入狱后的托马斯一直不肯认罪，支持他的人一直为上诉不停奔波，其中包括辩方律师维瑟，就是他把看似天衣无缝的窗外狙杀理论分析的漏洞百出。维瑟指出，探长的窗外狙杀理论要成立，那当时子弹就不能被克鲁家的窗户等家具阻挡，克鲁也必须坐在相关位置范围。结合案发资料以及证人口供，托马斯完成狙杀的成功率非常低，甚至实现的条件和现实矛盾。就算是托马斯射杀克鲁，但结合当时阴冷潮湿刮大风的冬夜，克鲁为何要坐在客厅椅子上打开旁边窗户吹风呢？至此，警方唯一能确定托马斯是凶手的关键证据，就剩下在克鲁家门外发现的那颗18-19型子弹的弹壳。可谁都没想到，一枚小小的弹壳在接下来居然牵扯了惊天大阴谋。首先明确一点，子弹是由火药、弹壳加弹头组成的。既然如此，有观众会问，这还有什么好纠结的？案发弹壳是来源于托马斯的步枪，那托马斯肯定就是凶手。但你错了，弹壳的确是托马斯步枪射出的，但是你怎么证明克鲁夫妇身上的弹头就是来源于这枚弹壳呢？打个比方，你和别人买了一模一样的手机壳，然后套在自己手机上，后来你发现你的手机丢了，然后旁边一个人的手机壳刚好和你相同，但你怎么确定他手机壳套的手机就一定是你的手机呢？按理说，对于子弹这种东西，弹壳和弹头到底是不是一对是没办法区分的。但是犯罪学鉴定专家吉姆·斯普罗特博士就指出，这是可以区分的。所以狗血离奇烧脑的剧情就此展开。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新西兰悬案的续集，我是小渊。我们先来回顾前文情节，简单来说就是农场里的一对夫妇离奇失踪，然后被发现沉尸河底，两人头部都有数字8标记的弹头。警方在受害者门外发现一枚弹壳，经证实弹壳是一名叫托马斯的步枪射出，所以警方就怀疑凶手是托马斯。但有个常识，子弹是由弹壳和弹头组成，如果死者头上的弹头不是来源于案发弹壳，那就不能判断托马斯是凶手。本集视频的焦点就是围绕这个焦点展开，案发弹壳到底和案发弹头是否来源于同一颗子弹？我们要先说明，击中克鲁夫妇的弹头是旧式8型子弹头，含有数字标记8，但托马斯家的子弹是新式18-19型弹头，没有数字标记。辩方律师认为，首先，案发现场虽然找到由托马斯枪支射出的弹壳，但不能确定受害者身上的弹头是来源于这枚弹壳，也就是说，弹壳是托马斯的，但射出去的弹头就不一定了。如果托马斯是凶手，那他射出的子弹的弹头必定没有数字8标记，但是受害者身上的弹头是含有数字标记，由此判定托马斯不是凶手。但控方律师反驳，托马斯家里的确没有带数字标记的子弹，但警方发现他弟弟住的房间有，那托马斯完全有可能用弟弟的子弹作案，所以托马斯的嫌疑非常非常大。辩方律师又指出，如果能证明案发现场的弹壳是没有数字标记的子弹的弹壳，那我就能证明托马斯射出的这一枪并没有打中受害者克鲁夫妇身上，警方就不能判定托马斯是凶手。所以现在的问题焦点就是，这枚弹壳到底是来源于含有数字标记的子弹，还是来源于没有数字标记的子弹？如果来自含有标记的子弹，那就是警方赢了，托马斯的确是凶手。大家都觉得这无法区分，但斯普罗特博士表示可以区分，区分关键点在于弹壳底部的字母标记 ICI。斯普洛特博士利用显微镜测得新式18-19型子弹的弹壳 ICI 标记中的字母 C 比两侧高 1.57 毫米，但是旧式8型则比两侧高 1.22 毫米。
这个差别不是个例，而是有大量事实数据支撑。也就是说，如果案发现场那枚弹壳的 C 字高于两次 1.57 毫米，那托马斯枪支射出的子弹就不能有数字标记，由此就不能证明托马斯是凶手。这里可能有点绕，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小明和小红都买了同一型号的华为手机，但是颜色不一样。两个人还顺便买了同一型号的手机壳，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他们两人把手机壳搞混了。这时两人都没办法确定到底哪个手机壳才是自己的。这时卖手机壳的商家就告诉他们，虽然他们的手机型号相同，但是小明的手机壳边缘的塑料手感粗糙，小红的手机壳边缘塑料手感顺滑，因此他们就能确定各自的手机壳。而这里的手机壳就相当于本案的弹壳，手机就相当于弹头。接着当局测试了证物350，也就是克鲁家门外的那个弹壳的 ICI 标记，测试数据是 1.57 毫米，表明弹壳属于新型18-19型弹壳。也就是说，托马斯的枪的确在克鲁家门外射了一枪，但克鲁夫妇没有被这一枪击中。有些反应快的观众会立即发问，托马斯为何会无聊到在克鲁夫妇家门口对着天空开了一枪？为了将案件说得清晰点，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只能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在后面让案件再次反转。接着，检方和辩方继续围绕弹壳这个点展开。检方的检察官莫里斯提出新的假设，有没有一种可能，新型的18-19子弹混有旧式的弹头？莫里斯的根据是新型子弹1964年开始出厂销售，而旧式子弹是1963年停止生产。结合案发时间，这个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放到前文手机的例子中，就是制造手感粗糙手机壳的那个厂商，他们也不小心制造了一批手感顺滑的
最终顺藤摸瓜的辩方发现了一件让新西兰整个我们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为何不用实物对比？这是因为在二审结束10几天后，所有的弹壳、弹头和其他证物全被探长销毁，这点非常不符合常理。克鲁夫妇案非同一般，曾参与调查的探长休顿居然犯下如此低级的致命职业错误。对于第二个问题，为何现场只有1枚弹壳？根据案发重获自由，获赔95万纽币巨额赔偿。前面2节我们已经将案件的基本情况梳理清楚，所以本节我们就来猜测一下凶手是谁。在此之前要强调一点，这个案件情节繁杂时隔多年，而且所有证物都已经被销毁，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官方的资料去分析，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无限循环辩论，我们只能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方面进行思考。莱纳德·登勒，如果岳父莱纳德·登勒是凶手，我们可以从作案条件和作案动机2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作案条件，其一，案发现场克鲁夫妇明显在准备用餐，在主人家用餐时刻停留的大概率是熟人。其二，莱纳德熟悉克鲁夫妇家中情况，克鲁夫妇对他戒备心低。其三，枪响后，如果邻居前来询问情况，莱纳德完全有能力摆脱他们，毕竟一般人不会立马跳到一个父亲枪杀了自己女儿女婿的情况。其次，神秘女人很可能是第2任妻子，在杀害克鲁夫妇后几天内照顾婴儿，而且他此前去过普瓦克尔，但却公开否认。最后一点，案发小镇人口较少，人群辨识度高，
莱纳德住所位于22号公路沿线，可以直接开车抛尸，不用经过小镇其他住户，从而被人认出。然后就是莱纳德的作案动机。首先，莱纳德非常宠爱小女儿，希望能为小女儿挽回部分遗产。事实资料也证明，案发前几天他的确约见律师，要求改变妻子遗嘱中的财产划分，但这可能被克鲁夫妇拒绝。所以当天莱纳德趁着克鲁看电视时，在背后偷袭克鲁。另外，莱纳德二婚需要钱财，克鲁夫妇死后能获得两人财产。综上所述，一句话概括，岳父莱纳德的作案嫌疑就是动机充分，证据不足。阿瑟·托马斯加莱纳德·登勒。当然，凶手身份的第二种假设是岳父和托马斯两人合谋。先说作案条件，其一，克鲁夫妇死亡点属于用餐时间段，在主人家用餐时刻停留的大概率是熟人，莱纳德身份符合。其二，托马斯的步枪嫌疑无法被排除，莱纳德虽然公开不持枪，但可以与托马斯合作。其三，两人共同作案情况下，岳父莱纳德可以应付听到枪声后前来探寻情况的邻居，毕竟普通人很难直接想到一个父亲会杀害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而托马斯可以处理案发现场，之后两人合作抛尸。最后一点，关于梳子有可能存在第三种情况。克鲁夫妇家发生盗窃案前，两人与托马斯发生某种接触，在接触托马斯的行为可能引起夫妇两人的反感。家中被盗后，克鲁夫妇主观意识上怀疑是托马斯所为，所以后来才会留意到托马斯送给自己的那把梳。约翰逊加莱纳德，如果凶手依然是有两人，只不过是警探约翰逊和岳父莱纳德。先说作案条件，岳父莱纳德的作案条件和前文基本相同。至于约翰逊的作案条件，首先约翰逊是警探出身，有丰富的犯罪侦查知识，了解警方调查流程。他向探长休顿提出的百叶窗外狙杀理论，可以让警方放弃莱纳德熟人作案的调查方向。要知道，此前探长一直在怀疑莱纳德。再者，对于本案中的一个疑点，克鲁夫妇邻居听到的是3声枪响，但克鲁夫妇身上只有2颗，那还有1颗子弹射向哪里了呢？我个人觉得，如果凶手是约翰逊和莱纳德组合，这点就能说得通。也许当时约翰逊本来也想把克鲁夫妇的女儿也处理掉，但莱纳德于心不忍，觉得既然已经痛杀了亲生女儿珍妮特，那就没必要再对只有18个月大的婴儿下手。然后成功阻止了约翰逊，让他的最后一枪打偏，子弹落在家中某个家具上。作为警探出身的约翰逊肯定会处理被打中的家具，这一点很难让人发现。隔天，莱纳德让第二任妻子负责帮忙照顾婴儿，也就是布鲁斯看到的那个神秘女人。至于作案动机，莱纳德很可能答应约翰逊事成后将克鲁夫妇部分财产分给他，但条件就是必须拿另外一个人托马斯当作替死鬼，这就能进一步解释后来托马斯被陷害的事情。总之，新西兰这起案件翻拍成犯罪电影，绝对是1等1的剧本。不知大家觉得凶手最有可能是谁呢？